曾经是他国的殖民地，如今却软殖民非洲，成了诸多非洲国家口中的老大哥。印度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想要弄清楚这背后的答案，我们还要从印度横跨100年的外交战略开始讲起。虽然今天的印度跟非洲相隔万里之遥，但后者却已经与印度的国运休戚与共。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非洲已经成为了印度通往大国身份的最关键钥匙。殖民，通常来讲，这个词主要指的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占领和控制。像历史中的印度、非洲都曾是西方国家殖民的对象之一，而我国也在近代最衰弱的时候，一度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可软殖民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软殖民和殖民从结果来看基本是一致的，他们都旨在达到控制或影响他国的目标。只不过，相较于暴力的殖民，软殖民更加倾向于通过文化、经济和技术等较为温和的手段来施加影响。例如，今天印度在非洲所做到的一切就是如此。以南非为例，根据世界银行做出的统计，截至2018年，非洲的印度裔人口数大概为300万人左右，而其中有超过1/3的印度人都居住在南非。一般来讲，移民往往都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很容易遭到各种歧视与针对。可在南非的印度人却是一个例外。在南非，印度人不仅建立了专属于自己的社区，经营着各种类型的企业，而且还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像零售、制药以及制造业等方面，甚至对当地形成了垄断。除此之外，印度人还十分热衷于参与南非的政治活动，例如甘地的孙女埃拉甘地就曾担任过南非的国会议员。而在2000年代表南非出席联合国千年议长会议的时任南非国会议员弗雷纳金瓦拉也是印度裔。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东非国家肯尼亚。在经济上，著名印度裔家族马德瓦尼和马赫塔几乎统治了肯尼亚的制造业与零售业。而在政治方面，肯尼亚议会的首任议长、东非共同体议会议长也都是印度裔出身。如果说在南非和肯尼亚印度人还略显人微言轻的话，那么被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占据了总人口70%的毛里求斯，几乎可以被称为非洲的小印度，甚至就连总统和总理也都是印度裔。在毛里求斯，印度人大肆修建了各种宗教建筑，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圣水湖，每年都能吸引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印度教徒前往朝圣。而我们都知道，在很多国家，宗教往往是一国的精神象征，由此许多人将毛里求斯称为印度的精神殖民地，看来还真不为过。正是因为在非洲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如今的印度在非洲拥有着很强的话语权，尤其是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有不少非洲国家都会将追随印度。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联合国的改制。这不禁让我们感到好奇，明明印度与非洲之间隔了大半个印度洋，两者相距万里之遥，为什么印度人能够在非洲做到这一切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总结出3个原因。简单来说，那就是砸人、砸钱以及砸力。印度与非洲的渊源最早要从17世纪开始讲起。彼时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欧洲各国纷纷踏上了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而印度和非洲都是在这个时候沦为的西方殖民地。1619年，荷兰人踏足非洲，在好望角建立起了第一个永久性定居点，并以此为根基，开始逐渐朝着非洲腹地扩张。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荷兰本土人口稀少，为了开发土地，荷兰人不得不雇佣起当地的黑人。但与此同时，荷兰人又非常担心大量的黑人被聚集起来后，容易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隐患，荷兰人最终决定从印度购买大量的奴隶，让这些外来的印度人与非洲黑人土著一起工作、通婚，从而降低他们的集体意识。于是，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之下，印度人开始了向非洲的移民。后来，荷兰在与英国的战争中败北，失去了海上霸权与南非殖民地。而英国在接管了荷兰的遗产后，最终在1833年废除了奴隶制。为了缓解殖民地用人困难的问题，英国采取了与荷兰相同的策略，从印度拉人。只不过英国的手段要温和得多，不仅允许这些印度人在服役10年后可以自由返回印度，而且还许诺留下来的印度人可以获赠一些土地。所以这使得许多在本土得不到机会的印度人决心铤而走险，前往非洲淘金。当然，依靠着杂人能够取得一定的声音，但是距离真正掌握话语权肯定还有不小的距离。而真正帮助印度人走完最后这一程的，则是砸钱与砸力。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印度率先实现了国家与民族的独立，于是开始主动向同样曾作为他国殖民地的非洲伸出援助之手。在政治上，印度旗帜鲜明地支持非洲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斗争，
并在冷战揭开帷幕之后，开辟第3条道路，以不结盟运动为核心，采取南南合作的方法，鼓舞非洲国家在国际社会寻求支持，追求自由与独立。客观来讲，印度的这些做法确实为广大非洲人民提供了许多帮助。例如，南非国父曼德拉就曾多次承认自己深受甘地思想的影响，所以在他上台成为南非首任黑人总统之后，许多印度裔南非人都得到了重用，并跻身社会的上层。而在经济方面，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印度国内经济逐渐复苏，随即在1963年的时候，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率团访问非洲之际，开始提出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的可能。于是，在后续的几十年里，印度开始不断朝着非洲砸钱。例如，在2023年，印度一共对外提供了305.9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其中非洲就占据到了123亿美元，仅次于印度的直接邻国。显然，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冰冷的金钱总是能够最容易打动人心。印度对非洲的经济援助不断加大，相应的，印度在非洲人民心中的地位也随之直线上升，以至于在今天，很多非洲人提到印度的第一感觉就是有钱与大方，进而不自觉的就会对印度人肃然起敬，甚至将印度人唤作老大哥。但话说回来，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印度人如此大方的对非洲进行付出，真的只是为了心中的道义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印度之所以会选择大力援助非洲，背后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让自己成为大国。印度国父尼赫鲁曾经说过，以印度在世界上的位置是不能作为2等国家角色存在的。印度要么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要么就在世界上销声匿迹。从1947年正式独立开始，印度便一直朝着成为世界大国的目标不断前进。然而，伴随着1964年中印战争的惨败，印度的美梦突然戛然而止。尤其被印度人视为理应拥护自己的非洲，竟然只有4个国家明确表达了支持，这使得印度非常震惊与意外。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印度人终于意识到了，凭借其自身的力量是绝不可能实现成为大国的目标的，唯有另辟蹊径才能一起成功。而这条蹊径便是将非洲绑到自己的战车之上。不得不说，印度对国际局势的认知还是十分准确的。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想要成为大国，只有2个方法，一个是通过综合国力以实力取胜，而另外一个就是利用外交手段，在一国一票的联大赢得话语权。其中，印度选择的便是后者。于是，经过印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苦心经营，最终便有了我们在非洲所看到的一切，而这也给印度带来了他们想要的结果。2020年，印度宣布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非洲国家一起抬轿，帮助印度成功当选。随后，在202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多个非洲国家又联名支持印度有关安理会的改革提议，强调应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要知道，为了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印度曾不止一次向五常发难，但最终都不了了之。如今有了非洲的鼎力支持，显然印度的底气足了不少。但话说回来，借助非洲的力量，印度未来真的能够跻身常任理事国的位置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要知道，五常之所以能够成为五常，并不是联合国赋予的，而是因为有这5个国家存在，所以才有五常这5个位置。换句话来说，究竟能不能成为五常，看的不是投票，而是真真切切的实力，是能不能有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而眼下的印度显然做不到这一切。的确，印度通过拉拢非洲可以成为名义上的大国，但想要成为真正的大国，终究还是要看其自己的努力。所以印度现在为了大国身份而付出的一切，从实际情况来讲，完全是本末倒置了。如果印度不能意识到这一切，将精力从所谓的大国竞争中解放出来，脚踏实地地走好眼前的路，那么对于印度来说，成为大国的目标终究只是空中楼阁罢了。在中缅边境盘踞长达20多年的果敢同盟军被中央政府解除武装，自此宣告瓦解。不料5年后，领袖彭家声竟重组同盟军，并频频打出不分裂、不汉族主义旗号。此举不禁让人猜想，这支隶属于缅甸、生活在缅甸的部族究竟要干什么？频频打出与中国相关口号的背后，与我国又有何渊源？果敢，一个稍显拗口的词汇。追根溯源，这个词语取自善族语，果意为酒，敢意思是户口，连起来就是9户人家居住的地方。从史实来看，果敢一词的来历不无道理。公元1659年，南明皇帝朱由榔为躲避清廷追杀，带领数千名汉族随从一路从中国境内窜逃至现如今的果敢一带。公元1662年6月，
朱由榔落入吴三桂手中，并被其处死。朱由榔被杀后，大批汉族随从无家可归，他们为逃避清廷的迫害，只能以明朝移民的身份就此留在果敢生活。与此同时，果敢地区还汇集了一大批云贵川一带的汉人，他们通过古代南方丝绸之路来到此地，是往返于中缅两地的商贾马帮。因为长期停留在缅北一带而就此定居下来，后来果敢被纳入清廷版图，满清统治者在果敢设立木帮宣慰司，这批汉人又重新被置于清政府麾下。汉人杨氏被选为果敢土司，奉命世代镇守此地。因为路途遥远，地域狭小，交通不便，清廷在收复果敢后并未投入太大精力，很多情况下都处于鞭长莫及的状态。果然名义上隶属大清，但实则却是清政府统而不治的化外之邦。尤其步入近代社会，随着西方列强侵入中华大地，自身难保的满清贵族愈发无暇顾及果敢这一弹丸之地，这也为后来果敢被侵略、被划入缅甸版图埋下了伏笔。1885年，英国殖民者全面占领缅甸，随后将目光朝向大清王朝。1897年，英国人武力胁迫清廷签署边界条约，首次将果敢强行并入缅甸领土。至此，隶属中国云南的果敢地区正式成为缅甸版图一部分。流淌着中华血脉的果敢民众摇身一变成了英国殖民者治下之民。20世纪40年代，随着英国人从亚洲被赶走，果敢也顺理成章成了缅甸的一部分。1960年，中缅签署边界条约，考虑到缅方的实际需要，中国政府同意将果敢地区交给缅甸。然而，进入60年代后，缅甸迎来军阀混战时期，不甘屈居人下的果敢土司杨氏一族也开始蠢蠢欲动，脱离缅甸掌控。杨氏领导地方民族武装一度切断了缅甸政府的联系和统治，成为这片小天地的实际掌控者。1968年1月，缅共武装开辟了缅北根据地，杨氏武装选择与缅甸政府合作，一起对付缅共。但好景不长，杨氏武装被吃掉，果敢一带彻底落入缅共掌握之中。1989年3月，缅共东北军副司令彭家声宣布脱离缅共，发兵控制了果敢一带后，随即成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以及果敢同盟军。3月底，果敢同盟军与缅甸政府签署停战协议。同盟军名义上归属中央统治，但拥有独立的政府、军队、税收和法律制度，不对中央承担任何义务。自此，果敢在同盟军的统治下开始了长达20年的自治。但随着缅甸国内政治动荡趋于缓和，果敢同盟军也迎来了末日。2008年，缅甸政府颁布宪法，规定境内所有武装力量必须统一归国防军指挥，并要求将非政府武装改编为边防军。2009年6月5号，果敢同盟军拒绝了中央的整编计划。同年8月，双方在果敢发生交火，短短半个月，果敢同盟军走向分裂。随着军队副司令投靠中央政府，果敢同盟军宣告溃败。2月29号，彭家声所率部队四散，本人不知所踪。年底，果敢同盟军被改编为中央政府控制的边防军，果敢同盟军政权迎来末日。但令人想不到的是，5年后，彭家声竟重出江湖，突然宣布重组部队，果敢同盟军死而复生。从2014年死灰复燃开始，果敢同盟军屡屡与缅甸政府军爆发冲突，双方摩擦不断。但与此前不同的是，果敢同盟军一再对外放出消息，宣称并非要分裂，更不奉行大汉族主义。此话一出，立刻让外界联想到了毗邻果敢的中国，也不禁让人揣测，果敢同盟军的复苏以及后续所作所为，难道与中国有关？从地理位置上看，果敢位于善邦高原北侧东侧，紧贴着中国云南。极近的地理位置，历史上长期交流往来，再加上血浓于水的民族连结，让果敢民众形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游荡在大街上的民众嘴里大多操着云贵川腔调的普通话，他们穿着中国式的服装，用着中国制造的手机，就连电话号码开头区号都是统一的云南临沧地区0883。对于果敢人民而言，他们的归属从来都不是缅甸，而是中国。从中国迁移至此的汉人，随着族群共同体的形成，油然产生了一种渐趋强烈的民族依附、情感归属，并扩散到整个民族，形成整体民族意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可既然对中华民族情感趋同，果敢同盟军为何还屡屡打出非大汉主义旗号呢？其实，对外宣称自己不分裂、不大汉主义，也是果敢同盟军的无奈之举。因为心向中国，身在缅甸的尴尬处境，正将他们推向再次覆灭的危险边缘。伴随着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并不断强化，果敢人逐渐开始对其他民族产生潜在的排斥情绪或意识。果敢人在缅甸没有正式的国民身份待遇，
他们持有的是政府颁发的特殊身份证。持有此类身份证者不算作缅甸国民，不许进入缅甸内地。按照国际法规定，果敢族既然属于缅甸民族之一，理应享有缅甸的国民身份，但果敢人却被视作异类，迟迟得不到正式的法律身份。事实上，果敢人在缅甸的政治身份一直处于缺失状态，于是乎，政治身份缺失的果敢人只能将身世来源当作法律身份的归属。与此同时，大缅族主义也在排斥着果敢人向缅甸社会的融入。在缅甸境内，相较于其他民族，缅族具有先进的文化、发达的经济、高度的政治参与度。作为缅甸主体民族，他们对其他少数民族总是怀有一种无可比拟的优越感，尤其是针对果敢人。大缅族主义的来源一度可追溯到1948年独立初期，彼时的吴努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热衷于大缅族主义，笃信在缅族化下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统一。为此，吴努政府否认缅甸各族之间的差异化，认为各族从摇篮到坟墓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他反对少数民族建立封闭的族群，努力推动着大缅族主义国家的建立。奈温政权时期，大缅族主义愈发泛滥，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奈温比吴努更加激进。他禁止少数民族参加缅甸政府军，政府军从将军到士兵清一色由缅族人担任。奈温甚至贬低少数民族，将少数民族与反政府武装等同起来。在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理念引导下，果敢同盟军与政府军2009年终于爆发冲突。2008年5月，军政府强行命令所有少数民族武装接受改编，否则将受到军事打击。对于果敢地区，军政府要求果敢特区改为自治县，50岁以上军人退休，其余军人改称边防军，军事编制由3000人缩减至1160人。果敢同盟军不肯，双方遂爆发冲突，最终果敢战败。纵观果敢人的经历，不难发现，他们不乐意融入缅甸社会是一方面，但更严重的是，大缅族主义主导下的缅甸对其具有强烈排斥、贬低心理。或许正是如此，彭家声才会毅然恢复同盟军建设，其目的就是要为果敢人民发声，争取应得的政治权利和生存地位。但与此同时，果敢同盟军一定程度上又要与中国与汉族划清界限，于是便有了同盟军种种不分裂、不大汉主义的宣言。果敢族一直因历史、地缘、政治斗争等诸多因素交织催生出的特殊民族，他们身处缅甸，心向中国，受限于大缅族主义的排斥，再加上自身对中华文化的趋同，导致他们难以获得应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不知不觉中，果敢族成了游离在两国中间，找不到归期之所的可怜人。重组果敢同盟军，同时又尽可能避嫌与中国关系，正是这支民族心酸又无奈的真实写照。